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学习止观次第决定之理。请大家翻开广论344页倒数第2行，跟我一起看原文。有找到吧？是故观慧不住一境，既以思则之力，若能引发清安之时，乃是成办比波舍那。虽缘空性为境，若但由其住意所缘，引生清安，仍未能出修止之法。仅此不利，即得比波舍那。这一段呢说，如果分别观察的智慧不安住于一个所缘，能透过思则的力量引发清安，那个时候呢就成为比波舍那。因此呢，即使是缘着空性这个境，然而由于内心安住于一个所缘而引生清安，这样呢仍然没有超出修持寂止的方法。所以呢，单凭如此的话，能不能安立为获得比波舍那呢？是不能安立为获得比波舍那的。即使是缘着空性，但是呢，没有去思则空性，只是安住在所缘境上，这只是寂止，不是呢胜观。所以就算获得了清安，这样的清安也不是依靠胜观而获得的，是寂止的修法。所以说仍未能出修止之法，这样的修法呢只是寂止的修法而已呀。所以单纯这样能不能安立为获得比波舍那呢？是不能够安立获得比波舍那的。这样的修法所获得的清安是什么的清安啊？是寂止的清安，不是胜观的清安，所以不能安立为获得比波舍那。在寂止的基础上再以思则力去思则而获得清安，才能安立为胜观。只是安住在空性之上，不去进行思则，这是修寂止的方法，不是修胜观的方法。所以如果我们注意他宗的观点的话，我们可以想一下，为什么他宗会有那样的想法呢？因为他宗会认为对空性转变心意的觉受就是胜观，所以呢才会怀疑可以先成就胜观，之后呢再成就寂止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？认为缘着空性就是胜观。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呢，就会成立在寂止之前可以先获得胜观。如果认为缘着空性就是比波舍那，之后再缘着同一个所缘修奢摩他，这样就可以说是先成就胜观，然后再成就寂止。但是呢，去分析的话，就算是缘着空性，注意，就算是缘着空性，没有进行思则，只是安住，请问大家，这是比波舍那吗？这不是比波舍那，是什么呀？是寂止的修法。关于他宗之所以升起疑惑的点，大概可以分出这2种，对不对？那么以空性作为所缘境，令心安住在空性之上，透过缘着空性的止住力而引发身心清安的三摩地，这个是什么呀？
就是缘着空性的奢摩他。注意，是缘着空性的奢摩他。缘着空性之后，透过缘着空性的观察力而引发身心清安的智慧，这个呢是缘着空性的毗波舍那。有没有听清楚？不是透过缘着空性的止住力而引发的身心清安，而是透过其他所缘而引发身心清安，这也不是缘着空性的奢摩他。如果没有先升起缘着空性的奢摩他，我们就无法升起缘着空性的毗波舍那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缘着空性，内心安住于一个所缘而引生清安，还不能安立为获得毗波舍那呢？我们可以往下再看原文。已初未得寂止，先求了解无我之意，次缘此意，数数思则，由此思则，终不得止。若不思则，安住而修，由此为一，虽可得止，然除修止之法，而无修观之法，更须求观，故仍未出先求止已，依此而修胜观次第。来解释一下这一段呢，因为首先寻求对无我的，注意对无我的理解，寻求对无我的理解要听闻，对吧？要思考，然后接着对无我的内涵就开始数数思则。由于前面的还没有修成寂止，所以呢不可能借由着这样数数的思则而修成寂止吧。如果是不做思则而进行止住修的话，虽然能透过这样的修法修成寂止，但是并没有修成寂止方法之外的修持胜观的方法呀。所以之后呢，还是需要寻求胜观，对吧？因此呢，仍然没有超出要先寻求寂止，然后再依靠寂止修持胜观的次第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无论怎么想，都不会超出先寻求寂止，然后再寻求胜观的次第。这样的次第是不是次第决定啊？缘着空性的奢摩他和缘着空性的毗波舍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要先了解空性，了解空性之后呢，心安住在空性的内涵上，升起缘着空性的奢摩他，在奢摩他的基础上呢，反复去思维什么？空性的内涵，无我的真意啊，去承办缘着空性的毗波舍那。如果已经获得了缘着空性的奢摩他，而不去进一步的去修缘着空性的毗波舍那，就没有办法把空正见转为现证空性的智慧，因为它只是用止力、用定力安住于空性，没有进一步的去寻觅把空正见转为现证空性的智慧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是要我们做什么？就是得到了缘着空性的奢摩他之后，要更进一步的去修习胜观，然后要想办法把空正见转化为现证空性的智慧。
有没有听清楚？谢谢。